各位同道，各位长辈啊，各位我们的相关医疗朋友，大家好。那我这边是中国医药大学那中医伤科的主治医师郭于贤医师。那很高兴这次有机会能跟大家介绍这个中医骨折，在我们中国医药学院这边，一般我们可能常做一些做法那么题目我们定成中医骨折整复以及外敷跟内服药的治法。是台湾临床经验。那么在这个分享之后呢，我也会分享两三个简单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也许在固定上面，或者是在内服用药上面，我们的一些小小的心得那往下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那么我想大家在这个比较分享的一开始大家对于骨折这个基本上定义应该都是比较清楚的它就是指相关的一个骨性的结构的一个完整性或者是连续性受到的一个破坏或者是断裂那么它的可能原因当然就有可能是因为直接的外力造成的间接的外力或者是一个病理性的骨折，那疲劳性的骨折。那么直接的外力造成的一个骨折的形态，通常都是一个横断性的一个骨折那么间接的外力有一些斜形的骨折。那么病理性的包括我们可能骨头本身的病变包括骨质疏松症或者是癌症的一个转移，都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病理性的骨折。那么疲劳性骨折通常就像是一个比较劳动过度的或者是运动过度的工作重复使用过度的一个形态产生的骨折。那当然不同的骨折它们常常有一些特殊好发的一个部位。那么在分类上面呢，又可以把它分成开放性的跟闭锁性的骨折那么当然简单的一个区分就是它跟外界是否有一个开口可以对接那么在距离上面呢，通常一个长骨或者是一个比较长条形的骨头或者解剖位置上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一个近端、远端跟中段的骨折。那例如说，我们可能像在桡骨、尺骨或者是锁骨这上面的一个区分那么不完全性骨折跟完全性骨折呢，跟它产生的位移程度是不是只是一个骨裂？那有没有完全的断开这个也是一个区分的方式。那么其他还有包括形态的螺旋形的、斜形的、纵向骨折、横向分节型、粉碎型的这一些骨折线断裂上面，我们再来判读不同的一个骨折的分类。那么在这个骨折裂开始我们都知道髋关节骨折，那其实现在世界卫生组织认定它很有可能可以称为是一个现代人的第二大慢性疾病那么常常好发在老年人。那我们也都知道，老年人的跌倒是这种髋关节骨折的第一个致命伤那么骨质疏松症伴随老人家的一个运动协调性降低，那包括这一些髋关节之外呢，压迫性的骨折，那股骨的骨折、腕部骨折也是老人家常见的那么为什么会简单的提到这个髋关节骨折呢？因为事实上髋关节骨折会影响到一个患者的行动力，所以他可能必须以卧床的方式。那这个卧床的期间造成的相对医疗损失，包括一个人员的劳动力的增加还有照护费的增加，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负担所以很多在比较先进的国家，对于髋关节骨折的一个治疗，其实大家都非常的重视那么中医的介入事实上对于一些老年人，包括他可能在于骨质的一个生长没有办法到一个很完善的或者是很理想的状态之下，其实中医的介入治疗是一个蛮好的选项可能是一个大家可以再多觉得可以期许的一个方法那么在这个分享的之后，我有一个案例是一个100多岁的老先生那么他当然因为年纪太大，基本上他对于开刀的风险评估是不建议他执行开刀手术那么这一方面呢，我们中医的治疗就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帮助的作用
那么骨折在台湾统计，我们统计从这1997年到2001年这4年间那么其实可以看到它的发生率大概在万分之可能7到10人左右那么男性女性的比例也有所不同那这个在这个髋关节的骨折流行病学在台湾这边有一些特殊的那个，也不能说特殊，就是一个比例的统计那么在我们国每年的健保花费在髋关节骨折住院医疗费用就有高达13亿台币的这样一个费用，占全部骨折的费用的1/5那么其实这里面大部分用在我们说的复健的费用，其实还小于1%，所以其实非常大的一部分的医疗负担都在于我们的医疗环境需求、人员照护这上面那么骨折的愈合，它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那在古代的中医气血学说里面，对于这种创伤骨折，认为是肢体损于外，那气血伤于内，营卫不贯，那脏腑不和那提出瘀不去，骨不生骨不接，那一定要有一个活血去瘀的状态之后，骨头它的生长才能够得到一个激发那么治疗上面就应该要气血兼顾，补气为主，所以这个在中医的用药选择上面，其实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的方向那么益气活血，那就是我们骨折治疗的一个理论依据不管今天是在初级、中期或者是末期那个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其实我们中药的优势就在于它的用药多元化可以做一个非常灵活的搭配那么在现代的那个中药骨折的一个愈合的研究显示，中药事实上它能够很好的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那与那个血肿的一个吸收，还有我们那个激化的一个作用产生增加胶原的合成、胶原纤维或胶原蛋白这些的合成，还有我们的钙眼的沉积，那激活或者是调节骨质形成那么内分泌的功能的调节，促进成骨细胞的活动那提高骨架的一个抗折能力，就是包括它里面的胶质的一个产生，那让它的弹性可以恢复的比较好所以能够发挥中药治疗骨折、促进愈合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骨折它之后产生的一个组成，包括我们讲的这一些钙盐磷酸钙盐那包括一些胶原蛋白的第一型胶原蛋白这一些的，还有可能包括它的骨膜或者是骨质相对的血管供应，都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恢复的速度那么目前在骨折的区分上面，只能概略区分说它大概有什么发炎期或者是一个再修复期，或者是一个重塑期我刚刚讲的再吸收的一个作用。那只能够初步的，因为它相对的影响因子会因为性别、年龄，那包括我们中医讲的体质血循环那工作形态、生活形态导致的种种因素，会导致它的恢复速度不太一定所以它大概只能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区分它的分析。那在这里面，我们再用一些包括可能固定或者是用药来让这一个骨折的愈合产生比较好的一个恢复那么在一般的发炎期里面，包括一个血肿的一个产生那我们就知道血肿的产生，它本身是有助于我们的一些结缔组织或者是一些修补的一些物质的一些运送那促进那个细胞的一个修复那么有些时候这个血肿或者是它一个肿胀，很快的去把它消除跟打破，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恢复。所以适度的消肿，虽然是我们在治疗上面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但是也其实不宜过度的把它的一个发炎反应都完全的去除掉那么在这个发炎期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阶段，就是大概在5到10天左右，会是一个重吸收产生比较明显作用的时刻那这个时候一些蚀骨细胞会重新启动，那会把一些骨的断面会做一些修补。那所以
有些时候在我们 follow X-ray 的时候，会看到它的一个缺口可能变得更宽。那如果今天一个经验比较没有那么丰富的医师，看到 X 光上面的一个断骨面变得更宽的时候，可能有些会产生一个比较紧张或者怀疑的状态。那其实不需要因为通常它大概会在宽了大概1到2 mm。那这个状态，事实上你只要确定它的骨的轴线恢复的那个外观的形状对接都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其实它的后续的修复就可以产生预期的效果那么在我们的一个恢复期里面，那当然就包括了其他的可能一些包括神经血液的供应这些相关的一个步骤。那么我想这个在大家在机理上面都比较清楚那么重新修复之后，我们就要进入这一个重塑期小孩的成长期的晚期是大概就会慢慢的进入一个比较慢的一个状态，所以相对成人在要进入重塑期的那个时间跟他的一个程度都也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重塑的，我们也知道它的一个影响因子有包括可能年纪还包括一些身体的内分泌激素，那是不是有一些其他慢性病伴随产生的这一些营养素的缺乏是不是有生活习惯上面有慢性的嗜酒或者是这一些抽烟的习惯都有可能会产生，甚至是在一些药物的交互作用上面，我们知道有一些消炎药包括一些固醇类药物或者是一些 NSAID 的这种药物它本身就有可能过度的产生一个消炎，也会影响到一个骨头恢复。那甚至是包括一些抗菌的药它甚至会有一些可能骨质相对比较疏松的一个副作用。那这些在我们用药上面都不得不小心那么通常在简单的一个分期，大概到3到6个礼拜，大概就是在我们所谓的一个修复期的时候但是大概在四个礼拜之后，等于说我们的修复期之后，它骨头的重塑，它那个结构的重塑也会开始产生，而且这个时间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我们都知道，其实骨折一般我们统计，你可以说大概在1个半月到3个月之间通常各种的形态的骨折大概都可以达到承重跟受力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在 X 光上面都还是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检查上面产生的那骨折线可能隐隐约约或者是都还可以去观察得到。那么要到这些骨折的线完全都消失，时间甚至要长达半年、1年、2年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就是在一个重塑修补的过程，它事实上也需要一个蛮长的时间那么现在我们在以前都认为说骨折一个外固定，常常会是固定住之后就尽量减少它的一个活动。不过目前的研究其实能够早一点点介入局部的小运动，它对于它的恢复事实上是有一个良好的一个注意那么时间上面其实也非常难区分说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动比较好呢？那么一般我们现在大概一个观念，可能大概在2个礼拜左右可以开始做一些小的局部性的运动。那我们也知道，例如说肩关节的一个肩部的一个骨折，可能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钟摆运动这一些腕部的骨折可以做一些屈腕伸腕的运动这一些时间可以慢慢的提早，动作虽然不宜大，但是能够早一点出现事实上对于骨折的恢复是有帮助的那么在骨折诊断上面，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我们带过了一个骨折的简单的一个分析。那么我们也知道，通常骨折会产生我们在询问的过程，它有刚刚讲的明显的一个外伤包括车祸打架这些意外那跌倒坠落、骨质疏松症这些其他疾病的一个转移或者是本身就有遗传性疾病，包括我们的胶原蛋白或者是一些我们的结缔组织的遗传性疾病就会导致我们的骨质它先天就会有一个缺失或者是比较疲弱的一个状态
那么临床上面的诊断，我们在骨折上面常常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伴随的症状有疼痛，然后压痛、肿胀，那功能的丧失，例如说，肩关节锁骨骨折，一开始可能他当下还能举手，但是可能过了半小时、1小时的时候，他的手就举不起来了哈。这种功能性的丧失，那我想肢体的畸形是非常明显可以去看到骨折发生的判别啊。那么肢体的缩短，例如说，Colli fracture 那种相看性形态的一个骨折，那么它也有可能产生我们的桡骨缩短的一个状态哦。髂关节的活动，那像我们的经验，第5指骨啊，脚部第5指骨就是第5掌骨的一个骨折哦，有一些是属于像刚刚长期有那种马拉松啊这种长距离慢跑的选手，有些时候发生的疲劳性的骨折，也会在这个第5指骨的根部，或者是在我们第2、3掌骨的位置哈。那么这个地方的酸痛，有些人会不以为意，因为它如果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断裂，它事实上就是一个不稳定面。那么他感觉到的是生活上面走路有一段时间会特别的酸痛，那如果没有去做很好的诊治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陈旧性的骨折哈，就变成一个髂关节。那么这个髂关节在我们门诊上面也大概发现过3、4例哦，所以其实你要说它少数嘛，也不在少数哦。那么这个也是这个髂关节的一个例子哈。那或者是明显的，你可以在那个疼痛处可以发现那些捻法的声音，那种我们说的骨擦音或者法擦音哦。那再来另外就是骨敲击痛哦。那么骨敲击痛，我们都知道，在一般急诊或者是急性的一个骨折，踝部的骨折，我们有个 Ottawa rule 哦。那它在腓骨、胫骨或者是舟状骨第5指骨这个位置，它可能会产生一个敲击痛。那么它在于急性期哦，研究事实上在骨折发生的24小时之内，其实它不见得会有很好的一个鉴别度哦。原因是因为其实严重的肿胀，到时候我们怎么敲，它事实上都还是会痛的哦。但是如果在大概快1天24小时过去之后，还有这些敲击痛的话，那么它的一个骨折的鉴别度就相对很高哈。那再来就是在于有关局部的肿胀哈。水肿或者是血肿或者是淤血斑，那么这也都是可以怀疑骨折发生的很重要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在放射线的诊断配合上面，对于骨折的发现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辅助哦，包括 X 光这些断层扫描哈 MRI 或者是一个病理性，那都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帮助我们一个辅助哈。那也因为不同的检查，它就有不同的一些特殊的观察，包括像 MRI 可以看软组织的损伤，然后这些，那么 CT 可以看一些骨折面、断面的连续性它是例如说像肋骨骨折脊根骨折这些，在于那个放射那个线上面的一个诊断就有很好的帮助哦。那么骨折治疗目标，当然我们就希望能够接触那个加速骨折的愈合嘛，功能的恢复正常，那避免并发症的发生，这是很重要的哈。那么我们都知道，不同的年纪，相对这个骨折就很难定出一个完全不变的规则啊。那么我们在治疗目标上面会希望恢复骨折的轴线，就包括它的外观形态是不是有旋转畸形的产生哦。那肢体的长度会不会影响到它的功能性？例如说刚刚讲的相看性骨折，它的程度会不会严重到让它的腕关节的活动度产生影响哦？那骨折的有没有良好的一个接触面，或者是骨折面，当它断在关节面的时候，关节接触面的时候，能不能有很好的一个整复？是不是需要开刀介入？那这都是我们需要评判跟分析的哈。那么现在的一个世界内固定协会哈，他们也认为说，之前骨折从完全的复位，那固定早期的活动介入，那包括软组织跟血管的保存。现在最后一点软组织跟血管的保存也慢慢的看出它的重要性，不然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会产生哦。那么骨折在不同的部位产生的愈合时间也不太一样。那我想这个大家在那个资讯上面都蛮容易收集到的那么
早期的并发症呢，就包括一个全身性的一个可能产生的一个休克或者是脂肪栓塞。那么局部性的话，就可能包括气阻一些细菌感染产生的那这个状况，那个坏组的状况，那包括间隔症候群，事实上就我们讲的那种腔室症候群有一些时候一些压榨伤或者是在固定的时候太过紧绷，导致那个患处的一个压力上升那都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并发症那晚期的骨折并发症呢，就包括可能不正常的骨愈合包括延迟愈合那不愈合或者是愈合不正，那这些在我们骨折的一个治疗过程中，可能那个追踪就变成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一个手段那包括生长停止，那像这种生长停止的骨折，有些时候中药还是有它很好的一个帮助缺血性的坏死、骨髓炎等等那肌肉骨化症有可能也是会在骨折周边的一些骨位或者关节产生一些钙化点黏这一些，那包括一些交感神经反应的失调、肢体控制不良这些都是可能在一个比较晚期产生的并发症。那么骨折的治疗分期，我们基本上从刚刚的这些基底讲过来，它就可以分成所谓的初期、中期、后期那么最重要还有一个慢性期，包括手术治疗后有些时候会一些后遗症，那中医的介入改善包括针灸用药、推拿这一方面也都可以有一定的帮助那么第一个初期当然就是属于正骨的复位在1-2周内左右很重要的。那在这个时候骨位还没有完全粘连的时候，它还能够移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复位之后，那基本上就会以消肿、那活血化瘀的一些用药为主那么中期的话，就是在接骨续筋，那这时候需要它的修复跟生长这些速度加快，所以甲板的固定就等于外固定的那个需求就增加了那大概在简单的区分，大概4到8周，等于说在1-2个月左右。那一样是活血化瘀，但是它需要能够去瘀生新那入养筋骨为主，所以在中后期一些我们所谓的补脾、补肝、补肾的一些中药就可以介入那么肩筋壮骨期的后期呢，那么就是在我们甲板已经拆除，它可以开始一些功能性的恢复复健锻炼运动。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它的筋骨能够长养得更好那以补血气血为主那么骨折整复，我们常常都要知道，它基本上的是正常解剖的生理结构，那再配合上复位手法，那位固定呢，还有包括肤木的一个材料的选择那小到冰棒棍大到木板、铝板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使用。那肤木的制作呢，简单也可以区分成固定式跟可拆卸式的那么在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其实比较喜欢可拆卸式的。那这原因是因为它事实上在中医的介入上面，它比较适合一个药物的一个外敷药的一个替换。那么甚至如果它相对恢复到一个稳定期的时候，患者在家中也可以自行的拆卸替换药材。那这对于骨折的恢复也都帮助蛮大的那么在辅助整复的器具上面，那我们会使用到弹力带。我们知道弹力带就是一圈橡胶带嘛那我们知道在骨折的一个整复上面，有些时候我们常需要那个2手、3手那些辅助人力。那么如果今天有一些相对可以配合的一个环境，你实际上弹力带对于关节或者是患处的一个局部的加压，事实上也可以帮助到那个我们的骨折的整复那后面的案例里面也有一位我是用弹力带做整复的那整复之后的恢复效果也还不错。那这个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那么在中药里面，我们都知道，包括肾气总录里面也会提到，陈士铎在辨证录里面说到的包括人参气血融入，这些都是一些中医的一些治法瘀不去，骨不生所以活血化瘀、接骨续筋、补益肝肾就变成我们的3期主要的药物治疗那么中医接骨方治疗的骨折里面，包括一些骨架的生成那骨质面积的一个成长包括营养货的使用，那么骨萃补呢，生长激素的影响血清磷酸对这些降低血清钙促进骨质的愈合，就是骨萃补常见的功效那么
营养货骨碎补，包括它合用也能够刺激成骨细胞的成长哈。那么提高我们的所谓的性激素水平哈，如果它水平下降导致的那种骨折愈合缓慢，那么其实适度的使用我们中医讲的这些鹿茸或者是阴阳货这都有能够帮助那活血化瘀能够降低血浆的那个粘度改善循环。那么包括我们这些活血药桃仁、红花、当归、赤芍这些能够改善局部微循环的那个药物的使用这也可以看到它的效果。那抗发炎包括血楫桃仁，这种抑制创伤性的那种组织炎性的反应的能够有利于骨折的一个再生愈合。那包括我们一些矿物质里面想的自然酮那它也有它的那些提升我们胶原蛋白或者是这一些胶原的坚韧度、纤维的坚韧度它的一个功效。那么在活血接骨散里面，那它里面包括用了土鳖虫那个狗骨那包括自然酮、骨脆补、血楫这些用药呢，那它在明显的不同的骨折部位、不同的时间修复对照上面，它能够很明显的看到提升那个骨折愈合的一个速度那么接骨汤这用药就包括一样补骨脂黄芪这些补药，那丹参活血的自然酮这些药物的使用上面的一个接骨汤，那事实上它的恢复速度也都能够有所帮助那么在外敷药里面有一个如意金黄散，那么也是我们中国医大常常在骨科我们的骨折患者上面，或者是急性的扭伤、肿胀这种肿伤上面常用的一个那个药方那么它就包括天南星冰片苍术陈皮这一些用药，它用来外敷那么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能够比较快的达到一个消肿的效果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事实上也能够让我们的那个患肢那肿胀的程度降低那也能够开始起到比较好的一个修复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如果骨折一开始初期它会有一些湿热那个局部灌注在那个局部的一个患处的一个状况，那么这种局部的这种用药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相关的一些金黄散的使用那么也可以说，其实清热利湿配合我们这些活血化瘀的内服药外用内服，那对于我们这些骨折治疗上面，那内外合治也都有它很好的帮助这如意金黄散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实验分成了5组里面的1就包含了 C 跟 D 就包括一个内服药、一个外敷药合用，那么它的产生修复的效果会有加成的效果那么在另外一个大所的研究也包括我们可以做一些针灸那么这个电针包括用电针刺激，也对于这些骨折断面的愈合那这些成骨细胞的一个活动也都有激活的一个帮助。那包括有一些 paper 也产生那他们用这经丝线这种埋入的手段也可以刺激一些断处的愈合产生，包括一些耳针都能够有一些效果。所以等于说我们在中医的一个骨折一个治疗上面，其实很多的方法，包括内服外敷的手段，它其实都能够帮助骨折的愈合，那个加速让疗程缩短那么现在刚刚讲到，就是说在于固定到开始活动，那这个之间的期限大概需要多久那目前它其实并没有一个定论。那主要我们建议大概在2个礼拜开始就可以开始做一些简单的一个运动，包括也许是被动的慢慢再进入主动运动，那慢慢再进入阻抗运动那这个时间包括我们活动的程度都可以因不同的一个需求去做一些设计好，那在饮食调养，我们都知道伤筋动骨100天就像个顺口溜一样。那我们都需要补充蛋白质那这些一些比较高营养的一个食物那我想这个有非常多的一个资料可以参考。那么在内服用药，在中药里面，我们又可以分成粉剂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剂型。那么里面呢，中医也常常用那个七厘散在一般开始的愈伤
或者是一些局部的挫伤哦，它都可以有很好的一个用药方式、用药的效果哈。那么七体犬相关的研究里面蛮多的哈，不管是在对岸或者是在我们台湾也都有哈。那么正骨紫金汤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初期的一个科学中药。那科学中药在台湾其实发展的非常发达哦，那也有非常多的药厂都在做这种科学中药。那么它在使用上面缺点就在于药物的加减上面不能非常的随心所欲，因为它是一个像固定成方的方式去制作的。但是它其实配合上一些单方药材的使用，那其实它也可以灵活变化。那效果其实也不错。那在刚刚提到102岁的那一个老爷爷哈，他的骨折用药，其实我们也是用那个科学中药，再加上一点点水药、一点点煎剂这样而已哈。那舒筋活血汤也是我们蛮常用的一个药方哦。那当然也在一些筋骨酸痛上面都可以去做使用。独活寄生汤哦，那加上一些它包括牛膝、环牛膝，所以它对于我们身体除了肝肾不足气血两虚，下半身的一些风寒湿痹都可以用。那常用在坐骨神经痛这些腰肌的劳损哦。那六味地黄丸我们都知道它就是一个滋补肝肾的一个常用方那常常在骨折的中后段期也常可以使用。那么芍药甘草汤呢，在于阴液不足经脉失养这个手足挛急的一个状态之上，它其实常常也可以去做一个搭配。所以等于说正骨紫金汤、芍药甘草汤、那个舒筋活血汤，那常常是一个互相搭配的一个药方那不同的部位可以再加上像独活寄生或者单味药、桂枝、桑枝这一些，或者是牛膝、环牛膝这种引经药那就可以达到一个不同部位的一个不同药材配合的一个治疗方式那么另外除了内服药、除了粉剂之外呢，我们还有个饮片剂，就一般我们比较知道熟悉的所谓的那个水药就是饮片那回去可能我们中国这边呢，还有帮患者做一个煎剂的一个服务，或者是患者自己把药材拿回家之后遵循医师的方式去做浸泡。那么我们在中医的补骨方里面我们常用到的药材有以下这一些，那可以因应它的初期、中期跟后期，甚至一些补肝肾、补气的药、补气血的药还包括我们的龟鹿二仙胶一些使用，那它可以去做一个挑选的一个区分然后去达到不同时期不同用药的一个方式那么比较特别是我们中国有推出，而且我们的伤科有推出一个药益包的制剂就是等于说我们把一些筋骨伤挫伤或者是骨折伤我们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分期。那这个分期可以从软组织方面开始，像一个酸甘化阴去化财的云宁松药益包那这些药益包它的化材是从益肝散或者是我们说的真武汤芍药甘草汤再加上一些容易让那个解痉的那种像木瓜这样的中药材产生的一个药益包，那非常方便患者的选购跟服用，而且在不同的时期，我们不同的药益包可以做搭配那像这是云宁松那它里面的药材主要它能够针对这脾肾阳虚水气内停一些软组织里面的一些水肿或者湿气太重的这个状态它是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使用。那么骨折初期里面，我们也用到肿痛胺。这个肿痛胺这个方呢，那基本上它是主要以活血化瘀、消肿、行气为主那么它的一个那个创方的一个理念是以四妙永安汤来做一个化材，里面加上了一个丁地蜈蚣，我们讲的倒地蜈蚣那所以它的消肿状态非常好。那我们知道倒地蜈蚣其实有非常好的相对的功效那么我们在这个永安汤、四妙永安汤里面加上这个药材，在对于急性的鸟挫伤、那骨折的一个初期的这种湿热比较重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再搭配外敷药的一个金黄散那我们现在知道，其实像丁地蜈蚣对于肝脏的一些循环，包括减轻一个我们说的脂肪肝它也有它的功效那么在骨折中期的使用，我们还有一个热痛素的药益包热痛素的药益包，它基本上在我们的扭挫伤的亚急性期，我们会
会开始使用这个热痛舒。那么它基本上也针对一些筋骨酸痛也可以去使用或者是一些骨折的亚急性恢复期都可以去使用那么后期里面我们还有一个久痛停的药液包它是用那个包括小建中汤或者是寄生肾气丸的这个化材产生的一个药液包。那么总归刚刚讲的药液包，再加上一个比较气血双调、阴阳同补的药液包，就大概有4、5种我们中医伤科常常用的一个药液包，它都是汤剂等于说它有点像是把一些影片变成一个药液的饮用方，那个变成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制剂方式，民众容易取得、容易服用，而且也容易搭配。那么在这个药材选用上面，就可以把一些药性比较强烈或者是比较极端的药材，可以做一些修剪那么就可以比较适合常人去服用。那么它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药剂形态的搭配那么我们现在知道，骨折患者切记自己一直补充多余的钙那有些时候虽然可以加速我们骨质的吸收，但也有可能会揠苗助长那外敷用药上面，我们有分贴敷，就是膏药贴敷膏药有薄贴，它可以和以大概药粉拿去和那个糖蜜、油水这一些，或者是甚至一些草药汁凡士林这种变成糊膏状，那它的那个一个敷贴方式。那么包括太乙膏这些加减方，或者是我们有药局做出来的我们说的黑玉断续膏，这种需要甚至加一点点热才方便敷贴的这些膏药那么如意金黄散，那这有外科正宗这个提出的这个方那也是我们伤科主要在使用的一个消肿止痛方那么这相关的它的好处，或者是针对不同的一个状态，它有不同的一些调敷的方式也可以非常多的变化那么行血凝弄膏，这是我们伤科一些已经固定成方使用的这种贴布、药剂布那药布那像白芷酸痛膏这些全部都是那么在推拿精油方面呢，我们有一个鸡精乐它是个滚珠瓶，方便民众可以直接在患处或者酸痛处直接做一个那个滚压施做推拿的一个精油式的一个药油式的一个治疗方式那么熏洗药包括我们讲的药洗那通常我们在骨折患者或者是一些筋骨挫伤的，我们也会在那个门诊可以让他们用一些蒸汽熏洗，那直接在外面涂布一些我们讲的精油或者是药洗药油那再让它做一个熏洗，然后提升局部的循环之后，我们再能做一些手法的复位或者是整复或者是推拿按摩来治疗那很多熏洗方在中医也蛮常用的那我们刚刚那个鸡精乐是我们的常用方。那么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伤科常常使用的一个硬体那里面包括这个金黄散药洗那这我刚刚讲的弹力带那包括拔罐器那里面的药粉常用的药粉或者是贴布或者是药液包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些器材。那包括骨折整复车那这是针灸车这是我们常常使用到的那红外线这个包括旁边还有这个远红外线这都是我们伤科的一个配备那以下我们讲到的病例分享，第一个是一个近独远观骨折的患者才29岁那他日本滑雪时候因为雪板脱落导致胫腓骨远端都产生了骨折这两边的骨折这边产生骨折。那包括我们在胫骨跟距骨接触面的这个穹窿顶，它也产生了一个骨的塌陷。那当然正规的一个治疗，如果今天要让关节面恢复得很好的话，我们有些时候会建议他是可以做手术固定的那如果今天在整复上面我们可以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的话，那么其实这个患者我就是有用弹力带在外面胫腓骨的踝部做了一个加压，那我后续才做了一些牵引那这是它的一个用药，我们也是用了一些中药的药液包那包括一些科学中药药粉，所以药粉跟药液包合用。那它其实服药的时间并不长那它用的就是一个开放式的
可拆卸式的一个外固定方式，它可以方便换药。那开放式的一个换药，它比较要小心的，就是因为每一次的拆卸要小心它是不是会有一些移动或者变动的可能，所以要把这个拆卸式的一个外固定器要制作好。其实如果经过训练它是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帖效果那就可以大大的减低换药的难度那大家看到就是这个患者他的一个骨折的一个方式，这是在日本拍的那个影像那么回来之后，我们也做了一些治疗那这个抱歉，因为这是临时的，我是做一个 model， 就把我们的一个外固定器做了一个包扎的一个方式这并不是患者本人那第二个那个左锁骨外侧1/3的骨折那么锁骨骨折，当然我们知道这大概是一型的骨折那么骨折它相对这种形态是相对稳定的。那我们知道，通常在锁骨骨折里面第二型的骨折就是比较麻烦的，就是说等于说在远端，在锁骨远端的第二型骨折是相对比较麻烦的。那么像刚刚这个患者，他是属于锁骨远端的一个骨折。那我们知道，基本上在锁骨的骨折可以分成3种形态，就是属于中段近端跟远端。那在远端里面呢，是相对比较难固定的一种方式。那么往下我这边有一个相对的远端的骨折里面呢，包括有第1型、第2型、第3、第4、第5型。那第2型的固定，事实上就有争议到底是固定好还是开刀好是争议最大。那它相对也是最难固定的一个方式。那么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这个地方在做加压固定，但是又不造成患者太大的一个负担？其实腹木的一个制作就相形重要。除了骨折整复复位之后那么怎么让骨位留在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上面去做修补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患者上面，我们除了使用药液包之外也做了一些科学中药的制作，那科学中药的使用，那它的骨头的恢复相对不错。那么我们伤科上面，我们会做一个小型的一个旗肩的这个骑在肩膀上面，我们说的锁骨的这个肤木那么我们比较特别是会用一个贴扎的方式。其实贴扎有个好处，它可以减低肤木的移动度。那贴扎它又可以大面积，那你只要选用贴扎的材料，让皮肤的致敏性少一点的话，其实这种固定的效果病人都非常满意那只要断面的那个加压固定稳定的之后，皮肤的牵拉感低，事实上要产生过敏的几率就相对降低。那么这个肤木下面，我们是有做一些中药的那个制剂就在里面去直接作为外敷，再做加压。那么如果今天他是在中段骨折、完全骨折，或者是位移性很大的一个骨折患者的话，事实上可以在腋下再加一个弹绷直接在肤木上面做一个锚点，就可以直接从腋下做一个很强的那个固定的一个贴扎绑扎的一个方式。那么其实在于患者的一个固定，它就有别于传统要把整个肩膀绑成一个8字形的一个状态那种负担就大大的降低，那恢复的效果也是不错的那么第3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一个102岁，现在其实已经104岁的爷爷那毕爷爷那么他是因为在晚上上厕所的时候跌倒之后髋关节骨折，但是经过我们入院评估，他不适合做手术，因为那个麻醉科认为他有风险那么在他躺床10天之后，那他们就会了我们中医那么中医我们当时去做那个一个诊治的时候，我们就用了一些水药煎剂，那也用一些外敷止晕膏。那比较特别是因为年纪那么大我们都很担心他会不会那个骨折断面能不能修补修补的好不好，那都是我们很担心的事情。那包括我们的西医同仁也都有这样的疑虑。那么我们在用药之外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固定的设计。我们从髋关节从小腹这髋关节上那个没有去挤压它的髋关节，那跟腿骨的位置，我们就直接做了一个复合式的一个敷木。
那这个固定哦。那这之后呢，我们其实在40天之后，其实没想到这个爷爷他其实骨质恢复的也不错哈，他40天之后就可以在床上自主翻身。那后来大概60、70天，其实他就可以站立了哈，所以他也是一个我们觉得很激励自己的一个案例哦。那我想中药在骨折的治疗上面，它确实有它可以很好的一个辅助的一个角色。那我想不管不同的药物剂型方面，它也都可以做到很好的一个搭配。好，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上面我想能够集思广益哈，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结果跟这个过程的一个研发哈，这样子以上是我的今天的分享，谢谢各位。